小王，我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，我们分局的同事居然是杀人凶手。事实就在眼前，我只相信政府。总觉得陈教授会发现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线索。人家替咱们破了不少的案子，误打误撞。反正我相信他。总觉得他会给我一点点惊喜。把枪放下！崔阳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杀人。把枪放下！崔阳，冷静，把枪放下。崔阳，我没有杀人，为什么相信我？让开！让开！崔阳，没人逼我，没人逼你，把枪放下。闭嘴！我打死他！我打死他！让开！我打死他！崔阳，我出去！让开！有话好说。崔阳。跟上他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说话不怕腰疼，我现在成通缉犯了，他们到处找我，我怎么会没事？你赶紧开车吧你。你这人真是，出门遇见神经病了，这是。哎，程云，这儿呢。离我远点儿。行了，别凉了，哪儿都挤。干嘛每次非要选人这么多的地方吃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怪物。你不是说半个小时到吗？前几天有人来找过我，好在他知道的并不多，但是再这样下去，始终是一个危险。赶紧坐下吧。你要明白，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放心，这里有我呢。嗯，大姐，你怎么了？让下！警察办案，让下！啊，结果谢谢。哎，警察办案，麻烦大家配合，谢谢大家，退后。仔细查验。咦，这不是刚才跟你相照那女的吗？死了，感觉像是中毒致死。中毒？感觉像是中毒，中了什么毒还需要解剖才知道。哎，你找什么呢？他应该有个包啊。这里有个针眼儿，可能是被注射的毒素。凶器应该就是注射器，没有证件，也没有手机。应该是被凶手拿走。
现在是8:15，刚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8点钟整。你跟女子相撞的时间应该不超过半分钟，所以凶手应该是在8点到8点15分的时候行凶作案的。你进去的时候还有没有别人？我进去的时候只有他一个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别人出来？他有给谁打过电话吗？我不记得了。行吧，你想起来什么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，好吧？好。啊，谢谢。哎，队长，这些顾客的名单一共38个人，还有一部分已经走了。这些走掉的和名单上的这些人，我们得好好查一下。我想凶手应该就在这里面。凶手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杀人？大惊小怪。他大可以选择一个偏僻或者没有人的地方，一来没有目击证人，二来还可以处理尸体，但偏偏选择在这里，不但对自己来说是个威胁，而且尸体也没办法处理，除非他根本就没有想把尸体处理掉。对呀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但我认为凶手是故意让尸体被人发现的，但凶手却拿走了死者的证件和手机，似乎又不想让我们知道死者的身份，这是为什么？行了，这儿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还得看看这个呢。那好吧，有消息到时候通知我。辛苦了。来，兰玲，怎么样？从包间里采集到几十枚指纹，也不知道凶手的在没在这里面。凶手选择在火锅店作案，应该是一个胆大而谨慎的人。我觉得他的指纹很难采集得到啊。毒素检测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这里。他是中河豚毒素而死，河豚毒素很容易得到，因此想要查到它的来源，那可不容易。指纹呢？这是死者的指纹。DNA 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要过几天。很奇怪，哪里奇怪？把死者的指纹输入数据库，你就知道了。来，我试试。怎么会这样？帮你冲了咖啡，一夜没睡啊？谢了，第4杯。死者身份确认了吗？唉，怎么说呢？确认了跟没确认差不多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我们把死者指纹输入搜索库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有前科，还是通缉犯？要是那样就好了。搜索的结果叫文静。文静？那怎么了？那个时候你还不在国内，所以你不知道也正常。2年前的一起凶杀案的被害人就叫文静，那个时候的她就已经死了。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死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如果说文静没死，那也就是说之前的案子有错。如果说文静死了，那现在的死者又是谁？为什么显示的又是他？跟我讲讲那家子。文静在2年前还是26中学的副校长，当时是被一个家长给杀的。校长？那这位死者应该不是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记得他的手非常粗糙，应该是个干体力活的人。这个案子当年是谁负责的？是分局的刑警队支队长李斌负责的。我已经跟他约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他。
走。怎么可能？来，这是我们当时的法医杜月，他最清楚。你们问他。李队说的对，文静是因头部被钝器重击而死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虽然他的脸被砸得面目全非，但他的家人确认过他的尸体，我们也比对过他的指纹，不会有错的。你们的受害人不可能是文静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可是我们的指纹对比结果显示的死者也是文静啊。那一定是你们哪儿错了呀？李队，有没有可能是你们错了？怎么可能？当时结案是我把所有的资料输入到系统里边，会错吗？您当时上传了照片吗？当然。可是为什么现在看不到他的照片了？不可能，一定有，我肯定输入进去了。您稍等一下，您看一下，是这个人吗？这不是文静吗？难道就是他的指纹跟文静的匹配？对，他不是文静。李队还有事吗？你去。你好，检查班看一下监控。可以。门外有没有？妈，监控。门外没有，就针对里面。昨晚8点到8点15分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？那倒没有。哎，你们是在调查昨晚火锅店被杀的那个女人吗？你见过她？好像见过。在哪儿？让我想想。李队长，您能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当年文静的那起案子吗？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？好奇啊。既然死者和文静是2个人，但他们的指纹却是一样的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？所以我想，他们2者应该是有关联的。如果我能更详细的了解文静是如何被害的，也许我就能知道凶手的杀人动机。这样一来，对破案也是有帮助的。当然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就算了。我有什么不方便说的？好像是在送我表妹上学的时候见过。这样吧，能不能让我拍张照片，我发给表妹，保不齐还认识呢。你表妹在哪儿上学？26中学，上高2。表妹，是我。我刚给你发张照片，你看看。我之前有在你学校附近见过这个人，你看你认不认识他？有2个警察在打听他的事儿，你帮帮他们吧。文静，当时是26中学的副校长，他还兼任了高2实验班的班主任。他在班上推行了末位淘汰制，这个制度呢，让学生们竞争非常的激烈，那么同时压力也非常的大。他当时班上有一个叫陈小佳的同学，英语成绩没有考好，那么有可能拖了总成绩的后腿，很有可能被末位淘汰。于是他就想到了找文静去求情。这是制度，我不可能为你一个人破例。我真的努力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成绩就是上不去。老师，末位淘汰，这也太残酷了点吧？是啊，可惜了。那他最后被分到普通班了吗？他要去了就好了。问题是呢，这个事发生之后，这个小佳就认为他没脸见人了，于是留下一份遗书，自杀了。自杀？陈小佳天生内向，不善于跟人沟通，再加上呢，他还有一个单身的父亲，于是呢，遇到事情就会特别的走极端。陈小佳自杀之后，他的父亲陈立文就认为他的死跟文静有关，所以陈立文为了替他报仇，就把文静给杀了。是啊，2年前的那个傍晚，他带着根钢管来到了学校。
哎，你找谁啊？啊，我找你们庄校长。庄校长？哎，已经约好了。哦，知道不知道怎么走啊？大概知道。告诉你，进院左转3楼。啊，行，哎，谢谢您了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先进了啊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是你害死我的女儿，陈立文，你误会了。我要你还我女儿！你快好，你快好，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哎，你怎么了你？校长，校长，您在吗？校长，校长，你怎么了？校长，怎么了你？怎么了你？你为何就确定陈立文就是凶手呢？陈立文有杀人动机，凶器上面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。那么当天，除了文静在学校，其他的老师和学生都离开。所有这些证据，还不能证明他是凶手吗？李队，啊，小崔，谈正事，一会儿再签啊。好，李队。啊，李队，您要有事的话，您就先忙，我们今天也不打扰了。有时间的话，到我们那边去坐坐，我请您吃饭。好，希望你们早日找到凶手。好，再见。谢谢。哎，范总啊。看来死者不是文静啊，可为什么显示的又是他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死者跟文静案应该是有关联的，凶手似乎有话要说。有话要说？什么意思啊？他选择火锅店作为案发现场，是为了让尸体更容易被人发现，随后带走了死者的证件、手机，隐瞒死者身份。那我们为了确认死者是谁，第一步会怎么做？会到数据库里比对死者的指纹啊。这样一来，文静案就会被再次翻出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杀害被害人的目的是在于文静这起案子？有这个可能。我觉得有必要查查那起案子。你不会是在怀疑李队吧？也不是怀疑，就是觉得有必要查一下。也许他们之前在某些方面有些遗漏。哎，别瞎想了。李队呢是一个又认真又负责的警察，他是不会办错案的。哎，喂，邓队，怎么了？受害人是26中学的清洁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中学问问。谢谢。谢谢，不客气。邓队的电话，他说被害人是26中学的清洁工。我们现在就去学校吧。26中学？对啊。文静不也是26中学的吗？是啊。这也太巧了吧。也许就是巧合呗。走了。师傅您好，警察办案。哦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们去找一下校长。哦，那边。
啊，你先过去吧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行，那我里边等你啊。嗯。哎，老师您好，那个，请问校长办公室怎么走？我不是老师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楼上倒数第2个房间就是校长办公室。好，那谢谢你了。哎，老师你好。程云，赵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办事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不久刚回来。你怎么样？在哪儿高就呢？什么高就？不过我换工作了。你呢？我在市局当新人顾问。不错不错，你正学有所用。这样吧，我这儿有点忙，晚上再约你。如果你有空的话。对了，你电话留给我。好。这我名片，到时候打给我。行，回头给你打电话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老师你好，我想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？哦，你找洗手间啊？从这儿往前走，最后一间就是。谢了啊。不客气。哦，这好像像我们学校的一名清洁工。他呀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也不爱跟人打交道，似乎叫杨慈。昨天晚上8点半，在大秦火锅店，他被杀了。我来呢，只是想问一下，他昨天似乎是在等什么人？您知道他在等谁吗？他在等什么人，我还真不知道。那您有他家属的联系方式吗？抱歉，我还真没有。那把您知道的情况大概跟我说一下吧。她丈夫啊，5年前就因车祸去世了。她啊，还有个女儿。她女儿……哎，校长。啊，你有客人啊？那一会儿我再来。据她讲，她女儿2年前就到美国留学了。这是真是假，我也不清楚。你怎么上厕所上了那么久啊？我还以为你掉坑里了呢。你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坑。问的怎么样了？死者的名字叫杨慈，是这里的清洁工，没错。但老师们好像跟他都不太熟哎。阶级不同，可以理解。杨慈有一个丈夫，在5年前去世了，有个女儿，在2年前去了美国留学。美国留学？他哪来那么多钱？这你就有点瞧不起人了。人家万一自己学习成绩好，拿着奖学金去留学的呢？查的怎么样了？死者的名字叫杨慈，是这里的清洁工，没错。我觉得有必要去杨慈家里看一下。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可以体现出这个人的心理和性格。您又来心理侧写这一套啊？能破案不就得了？程教授，您那之前只是侥幸，差不多得了。杨姐这个人怪怪的，不爱说话，平常老是埋头工作，下了班就回自己屋里待着。我们跟她也没什么接触。要说她跟别人有没有纠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不过她一天到晚老在家里待着，想来也没得罪什么人。他最近有没有什么怪异的行为？怪异的行为？哦，有一回他接了个电话，表情很慌张的样子，我就问是谁打来的，他说是有人骚扰他呢，不知道这算不算？骚扰？你确定？是啊。回头查一下他的通话记录。好，今天先这样。
安全，进来吧。哇，被翻成这样，看来我们应该来晚了。他应该是要找什么重要的东西吧？哎，我先自己去里边看看啊。程云，哎，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在哪儿发现的？杂志下面啊。我在想，在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，凶手落在了这里。他为什么不销毁它，而是带在身上，还把它放在了这里？会不会是还没来得及销毁呢？这是杨慈女儿的成绩单。她这个成绩像是得到奖学金的吗？还真是有点难啊。我看明天我们还是去看看他的银行账户吧。荔枝啊，钢管儿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杀死文静的就是钢管儿，难道是从这儿拿走的？陈立文和杨慈应该是不认识的，就算认识，他也不可能从杨慈的家里拿了钢管再去杀人。你想说什么？凶手去杨慈家的目的不是为了找什么东西，而是想让我们找到什么东西。想让我们找东西？找什么东西啊？钢管。钢管？你又不是凶手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？凭我多年的经验，行不行啊？那凭您多年的经验，他要干嘛？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好的。目的呢？目的就是把文静案件矛头指向杨慈，告诉我们多年前文静案是有错误的。我们需要看一下文静的案卷，查查到底有什么纰漏。所以，你还是在怀疑李队？我只是想弄清一些事情而已。邓队，您那边查的怎么样？杨慈最近好像在受到一个电话的骚扰。后来我们查他的通话记录，这段时间有个吴继明号码和他频繁联系。他死前的最后一个电话也是打给这个号码的，不过我试过，这个号码现在已经打不通了。杨慈的通话记录和那38名顾客还得继续查下去。对了，查一下他银行账户，看看有没有秘密账户之类的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杨玲，我已在注册器上取到了一枚指纹，怎么样？数据库里没有这个人。这枚指纹和杨慈房间还有火锅店的指纹都不吻合。另外，这是杨慈的 DNA 测试也出来了。来，我看一眼，看看他到底还是不是文静。喂 ，OK， 你先等我半小时。真是见鬼了，还是文静。这两个人真的很奇怪，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指纹和 DNA 是一样的。能不能查一下文件资料，看看有没有被修改过？这个容易。果然被人修改了。
怎么会是李队？修改日期是3月4号的20点40分，那会儿我们不是正在火锅店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怎么可能有2个人的 DNA 和指纹完全一样？肯定是被人修改过。那李队，妈，你不是真的怀疑是李队修改的？这肯定是凶手改的。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文静这个案子。李队是当时的负责人，他不改李队的名字，难道改自己的？那不对啊，这是我们的内部网，凶手没有权限修改文件的资料啊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不就是我们要查的吗？哎，要不要去吃点啊？吃东西会使血液流向消化系统，产生脑供血不足，不利于思考。我在办案期间几乎不怎么吃东西。说的跟真事儿似的，你脑供血充足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思考出来什么东西啊。我忘了我还有个约会，我先走了。你自己吃吧啊。哎，不是说办案期间不吃东西的吗？我晚上不吃饭呢。好好好。你调到反贪局去了？那你反贪局去中学干嘛呀？中学也有行贿受贿啊。文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副校长被杀的那个。这么巧啊！我最近跟的一个案子和他有些关联，还算了解。他应该是被一位学生家长杀害的吧？当年警察在调查他的案件时，发现他有贪污受贿的行迹，就把证据交给了反贪局。他们一查，嘿，你猜怎么着？原来他当年在建造中学实验楼和教学楼过程中，从建筑商手中收取了一笔1200万的贿赂，另外还私送了学校100万的公款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在他被杀后，这些钱都不翼而飞了。藏在哪儿一点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看了案卷后，发现有些地方还挺奇怪的呢。奇怪？100万是他被杀当天从学校账户提取的，而他早不提，晚不提，当他那天去提，这不奇怪吗？他想跑路。跑路？你想啊，学生自杀的事情使他处于风口浪尖，很快上面就会调查，一调查不要紧，他贪污受贿的行为就会暴露，这样他随时就有可能被抓进去。此时不跑，还等何时啊？他不是早有那1200万吗？有必要去冒着被发现的危险，去提那100万？也许他把1200万做了另外的处理，钱取不出来，没办法跑路，只能挪用学校公款。这说得过去。怎么到了你这儿，一切变得这么容易？这是天赋。切，臭美吧你！喂。好了，我在你家门外，赶紧给我开门吧。你倒是真会挑时候，每一次都能赶在我洗澡的时候过来，有意思吗，程教授？你干嘛总洗澡啊？是我错了？是，我就应该跟你们男人好好学一学，1个月洗1次澡，隔着味儿都能把嫌疑犯给熏死，都不用破案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喝了点酒，确实有点味道。是谁说的？我办案期间不吃东西，酒倒是不少喝。看来约会比破案重要。我来就是为了找你谈案子的。
文静在学校建设中收取了1200万的贿赂，而且他还提取了学校公款100万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说和朋友吃饭了，他在反贪局上班，他告诉我的。你不是去跟你女朋友约会了吗？你送我的女朋友啊？行，那算我误会了。你接着说。文静之所以提取那100万，是准备跑路的，但在他被杀之后，这100万就不翼而飞了。杨慈2年前突然送女儿出国留学，都是在26中工作，一个钱没了，一个突然有钱了，你怎么看？难道杨慈真的为了100万而杀了文静？有这个可能，我们需要看一下文静的真踪和证物。李队，喝点什么？喝茶吧，他这儿那个净味茯茶挺好的，就喝那个。你好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李队，文静受贿和贪污的事儿，您怎么没跟我们说啊？哦，这事儿跟案件没什么关系啊。再说你们也没问呢。李队，我们发现2个人还真的有关联。死者名叫杨慈，是26中学的清洁工。2年前，他突然送女儿出国留学。他一个清洁工怎么会有这么有钱？而且，文静在被杀当天盗用了学校公款100万，但在他死后，这100万就不见了，对吧？你的意思是，杨慈为了这100万，就去杀了文静？我们呢，在杨慈家里发现了一批钢管。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批钢管和文静案的钢管是同一批的话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们这胆儿够大的，竟然怀疑我办的案子是冤案。不是怀疑，只是我这人有个习惯，遇到些奇怪的地方就想弄明白。文静案确实有很多地方很奇怪。李队，我们想看一下文静案的案卷和证物。你们这是要翻案呢？想抓到凶手。李队，你知道杨慈的指纹和 DNA 之所以显示的是文静，是因为有人修改了它，而修改的人就是你。我？不可能，我没有修改过。我相信不是你修改的，因为你根本不认识杨慈，是，更没有理由去修改它。我为什么要修改？那么是谁修改呢？凶手，他盗用了你的用户名和密码。他为什么要修改？他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向文静案件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卷宗，从中看看凶手到底想让我们知道什么，我们才能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。李队，你看这个忙，你愿不愿意帮？李队，你难道不想找出真凶吗？好吧，我让杜月把案卷和物证送你们局里去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我真的没有什么错，杀害文静的凶手就是陈立文。杨玲，查怎么样？有个地方很奇怪。哪里奇怪？陈立文的指纹在这中间。中间？怎么了？你抓着中间去打人，当然不好打了。是的，你抓中间试试。喂，也许凶手只是忘记了擦掉中间的指纹呢。这太牵强了，如果擦的话，一定会全擦掉。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可恶，这血迹是喷溅上去的，但拿着钢管重击别人的头部，
血迹是不可能形成这样喷溅的。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的？这血迹喷溅的很匀称，我相信人为喷溅更合理。对了，杨慈家的钢管做对比了吗？两者我分析了一下材料，成分差不多。可以这么说，杀害文静的钢管和杨慈家里的钢管是同一批。也就是说，两个凶手是同一个人。看看这里，陈李文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杀了文静。文静，这样一来，钢管上有陈李文的指纹就合理了。可是，当时学校只有文静一个人啊。李队长说，当时学校除了文静，其他学生和老师都走了，对吧？对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有区别。杨慈既不是学生，也不是老师，他是清洁工啊。我看不出什么区别。那我们去问问学校的保安吧。哦，走吧，谢了啊。拜拜。是啊是啊，就文校长一个人在学校。你当年是怎么跟警察说的？能再跟我们说一遍吗？我给他们说了，就文校长一个人在学校，学生和老师都放学走了。那清洁工呢？清洁工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走，都是等学生和老师放学以后才开始搞卫生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学校除了文校长在，清洁工也在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警察同志，凶手会不会是被冤枉的？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凶手的姐姐来过学校，好像是来找什么证据，要给他上诉。他姐姐一直认为他是被冤枉的，我也是觉得，是不是冤枉人家了？没什么，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嗯。这么说，杨慈当时真的在学校了。杨慈有作案时间、杀人动机，而且家里还有钢管。难道真的是他杀了文静，而陈立文是被冤枉的？陈立文很有可能是被冤枉，但说杨慈杀了文静，不大可能。为什么？杨慈是个清洁工，他怎么可能知道文静挪用公款这么个隐秘的事？再说，文静当天打算跑路，不可能让别人知道。也许他只是碰巧遇到了呢。我们先去见一下陈立文的姐姐，看看她怎么说。二位请喝水。谢谢。不知二位想问我什么？我们正在查一个案子，这个案子可能和你弟弟的案子有关，我们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。那我尽量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女人叫杨慈？她是26中学的清洁工。不认识。听说你一直在为你弟弟上诉，你认为他是被冤枉的是吗？是的，我确信我弟弟没有杀人。那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也没有什么证据，但是我相信他不会杀人的。可是他有杀人动机啊！陈小佳自杀之后，他对文静可是积怨已深，不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侄女自杀以后，我弟弟心里非常悲痛，但是他一直在责怪自己，并没有怨恨任何人。再说，小佳也是在自己家自杀的。可是他当天不是去找过文静吗？那都是因为我。你？我侄女自杀以后，
文静她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有错，我心里很恼火，就让我弟弟去找了他，让他公开出来道歉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是那老师害死了他，你不去找他算账，你怎么老责怪自己？你没听听他说的那些话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他是人不？你要不找他出来公开道歉，小姐死也不瞑目呀。当时我弟弟听完我的话就去找文静了，哪知道我弟弟去了，文静竟然被人杀了，他是撞上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再问你个问题：3月4日的晚上8点至8点15分的时候你在哪？为什么问这个？跟案件有关系吗？例行公事而已。我在公司加班呢。有人为你证明吗？有，我的同事。这书是你的吗？不是，是我弟弟的。他抓走以后，我替他保管了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啊，可以。还挺香的啊。好了，打扰了，我们告辞了。还真是姐弟情深啊！没想到陈瑶居然这么维护陈立文。我觉得陈立文杀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那几本书书又怎么了？都是些关于佛教。那又怎样？也许陈立文只是对这些佛教理论感兴趣啊。不仅仅是感兴趣这么简单。那几本书上都有股很重的檀香味，这证明他在诵经的时候会燃香敬佛。如果只是对佛教理论感兴趣的话，应该做不到这一步。所以我推测，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。那倒是，如果陈立文是一个佛教徒的话，那他杀人的可能性就很低了。说起檀香味儿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谁啊？这只是我一时猜测。如果现在说出这个人名字，恐怕有些不同。但愿是我想多了。我们还是去调查一下陈瑶的不在场证据吧。陈瑶？你怀疑他杀了杨慈啊？杨慈被杀，先出文静案件。文静案件最重要的又是陈立文是否是真凶。谁最希望陈立文是无罪的？当然是他姐了。所以，陈瑶有杀人动机。明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办。是的，那晚瑶姐和我都在加班。你们是什么时候下的班？晚上9点。期间没有分开过吗？没有啊，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是叫的外卖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睡了吗？大半夜的被你拉出来，难怪我找不到女朋友。请你吃馄饨还堵不上你的嘴。你以为这是泡面啊？你不吃给我。哎，没见过你这么不懂事儿的，看不出来我心情不好啊？直接跟你说了吧，刚才邓队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杨慈的女儿是文静被杀之后去的美国，走的时候账户上是50万，这1年
陆陆续续又多了50万，最后一次汇款是在2个月前。那这样丢失的100万不就对上了？难道文静真的不是陈立文杀的？早就说过了，可是如果你是对的，那李队就错了。人都会犯错啊。李队认认真真工作了20年，眼看就要当上分局的副局长了。如果陈立文是被冤枉的话，他前途就毁了。我觉得是我害了他呀。跟我有关系吗？你这么冷漠，注定找不到女朋友的。我学犯罪心理学这么多年，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人都有阴暗的一面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所以我不会体谅任何一个人。你的任何一次纵容，都可能让人留下犯罪的种子，明白吗？你到底是不是？谁？不好意思啊，小事耽误了一些。没事，李队。哦，那个案卷都给你们了，有帮助吗？李队，干嘛伪造证据啊？说什么呢？陈立文衣服上的血迹，是你用文静的血喷溅上去的吧？咱们都是警察，你别说不知道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我认为我没做错什么，他就是凶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认为他是凶手，但是因为担心证据不足，所以你就制造证据，去陷害他。这就是你查出真相的方式。他就是凶手，这就是真相。当天，除了文静和陈立文之外，还有人也在学校。谁？学校的清洁工杨慈。学校的清洁工都是在老师和学生之后才开始打扫的，就因为他是清洁工，没有人在意到他。我们查过了，当天就是杨慈值的班，还有他的银行账户，在文静死了之后，他陆陆续续给他女儿打了100万。看来，真的有可能是这个杨慈杀了文静。至少从现在的证据上来看，他的嫌疑最大。对不起啊，李队，我告诉你这些。没事，我会去自首。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啊。哪里不对啊？陈瑶为了弟弟曾去过学校寻找证据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证，更何况是当晚值班的杨慈。最后多少也能知道杨慈女儿出国的消息，接下来他会怎么做？他一定会去询问杨慈。邓瑞国也说过，杨慈一直被一个电话所困扰过，这个电话应该就是陈瑶打的，但陈瑶却说他不认识杨慈，为什么？他在撒谎，但是他又有不在场证明，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也许他在故意隐瞒着什么，我们该去问问。我知道你没有杀他，不过你为什么要撒谎？那是我刚跟他发生过争执，我害怕你们怀疑，对不起，
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去找杨慈，是因为你得知了他女儿出国留学的消息，对吧？他女儿出国留学了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去找他干嘛？是因为杨慈他是学校的清洁工，是最后一个离开的。我想文静被杀时，他能看到点什么，所以我去找了他。但是他一直没承认他看到了什么。你给他打过电话对吧？是。我们走吧。陈瑶还是有所隐瞒的，他去过中学，多多少少也能知道杨慈女儿出国留学的消息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可能是在保护某个人。会是什么人呢？我大概猜到这个人是谁了。别卖关子啊，赶紧告诉我。李队，来吗？怎么了？他们想问什么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怀疑的是谁了吧？其实这个人你在李斌的办公室也见过，就是信息安全科的崔阳。崔阳？他跟陈瑶和陈李维有什么关系呀？记得我和他握过手吧？嗯。当时握手的时候，我不经意间闻到了一股味道，檀香味。慢走啊！对了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陈立文的那些书上有很重的檀香味儿。没错，就是因为这个味道，我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人想在了一起。但是我又不能凭我的感觉去污蔑一个人，更何况是一个警察。所以当时我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，但是我为了证明我的第六感没有错，我私下里做了一份调查，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崔阳是陈瑶的儿子，陈李文的外甥。那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呢？陈瑶在崔阳很小的时候就与丈夫离婚了，崔阳一直跟着父亲住，所以局里的人根本没人知道他们的关系。我们一直都在奇怪，谁可以盗用李队的用户名和密码去修改文件的数据？如果是崔阳的话，那这一切都合理了。没错。队长，我查到那个与杨慈一直通话的座机号码是哪儿的座机？就是我们分局的座机号码。那这下全都对上了。请进。你们是上次的程教授和厉警官吧？你好。你好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3月4号的晚上8点到8点15分，你在哪儿？哦，我在这儿值班。有人给你作证吗？张丽，她和我一起，你可以问她。那张丽她人呢？哦，她不舒服，在家休息呢。好，打扰你了，谢谢。你们找谁？我是市局的荔枝，这2位呢是我们同事。你是张丽是吧？啊，对对，不好意思，有点感冒，进屋里坐吧。哦，不用，我们来就是问你点事儿。哦，您说。3月4号的晚上，崔阳说你一直在单位。啊，是的。你们一直都在？一直在一起，直到下班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喂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个问题，请说。这期间你们没有离开过吗？那倒不是，中间我去了趟厕所，因为肚子不舒服，蹲的时间有点久。去了多久？有30来分吧。那你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吗？在呢。你大概是几点去的？不到8点吧。
3月4号的晚上8点到8点半，张丽在上厕所，因此不能证明你当时就在值班。但也不能一定就说我出去了呀。那你有没有去过大秦火锅店？没有。也没有盗用李斌的用户名和密码去修改文件的资料。没有。你是个警察，你有机会去修改文件和资料的。可并不是我做的呀。那你认不认识杨慈？有没有去找过他？认识，找过。你去找他干嘛？为了我舅舅。当我查他女儿在国外留学，而文静当年盗取公款后，我认为他知道我舅舅并没有杀人真相，找他是希望他能说出真相来。那他答应了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就杀了他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没有理由杀他呀，他可是我舅舅唯一的证人呀。因为只有你杀了他，把他引向文静，你舅舅的案子就会浮出水面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也不至于那样做呀，干嘛要做那种没有退路的事呢？好，那留下你的指纹可以吗？有什么不可以啊？反正人又不是我杀的。没问题，注射器上的这个指纹和刚才取下的指纹是同一个人的。不好意思，警官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我也刚到。那照片还在吧？在我手机里呢。你看，这个是我男朋友给我拍的。刚开始我还没注意，后来我才发现有个人被拍了进来。你看，就在这儿呢。杀害杨慈凶器上的指纹和你的指纹完全吻合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没有杀杨慈，怎么会有我的指纹啊？那3月20号的晚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在工作。谁能为你证明？真的，我没有杀人，你们要相信我。没有人可以相信你，只有证据。我真的没有杀人。杨慈的电话是谁打的？我不认识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好。那你到底认不认识杨慈？我不认识。你现在的证据已经前和后都对不上了。我真的没有杀人啊！没有去过火锅店，那这是什么？我真的没有杀人呀！你为什么撒谎？因为杨慈被杀之后，我害怕自己被牵扯进来。我真的没有杀人。你去火锅店干什么？不是为了见他吗？不是啊，有人约我去那里做交易啊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约了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。不知道，不认识，你在骗3岁小孩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你说你不认识他，你可以把事情的原原本本说清楚点吗？那天我正在上班的途中。哪位？那是个男的打过来的，说他有一些证据，能够证明我舅舅并没有杀人，想和我做笔交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去大秦火锅开车也就10来分钟。本来我打算跟张丽说下再去，谁知他就去了厕所，所以我没跟他说，就直接走了。喂，我已经到店里了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你临时有事儿？那你现在在哪儿？你等我一下，我过去找你可以吗？哦，我很快就会到的。我叫崔阳，刚才是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？是我，钱带了吗？带了，500是吧？
是不是真有我舅舅的证据啊？放你100个心吧。好吧，把它给我。你有名片吗？给我一张，有新证据我再联系你。有什么情况吗？一切正常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车有牌照吗？他没有车牌。那他的电话是多少？他用的是公用电话。你不会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吧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对了，那个 U 盘现在在哪儿？在我兜里。没错，确实像你所说的，U 盘里确实输入了木马病毒。下来。喂，兄弟，帮我个忙。来了，坐。东西给你带来了，为什么想看他呢？只是有些疑问，想弄清楚些。杨玲，见着程云了吗？他好像去求证什么事儿去了。求证什么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行吧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啊。你能说明白点吗？文静挪用学校公款100万，不是不见了吗？在他死后，学校一名清洁工就突然多出了100万，是被他拿走的？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是不是。能说明白点吗？明白点就是，他并不是杀了文静之后拿走的100万，而是看到文静被杀，那100万是他的封口费。理解了。那你想要找什么？凶手的杀人动机。从这里你能找得到？应该差不多了。李建华是不是承认给了文静1200万？当然，这我很清楚。你看这里，他们的交易方式是不是很有趣？好了，就在这儿停吧。过几分钟有个朋友来坐你车，你在这儿等一下。这说明文静有帮凶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查过这个人，一直不知道是谁。你认为是他杀了文静？8九不离10吧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对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谢了。好，希望你能抓到他。这样看来，这个案子基本上明确了，时间、地点、指纹、动机都一一对上了，他逃不掉了。但崔阳不是凶手，荒谬！你为什么认为崔阳不是凶手？开始我也怀疑过他，但后来我发现有几个地方还是有问题的。首先是注射器上的指纹，凶手这么谨慎的一个人，在火锅店、杨慈家都没有发现，为何偏偏在这么一个重要的物证上留下他的指纹，而让我们发现了呢？这说明他是刻意留下来，为了误导我们。然后呢？我们推测杨慈家的钢管是凶手放过去的，说明他知道那批钢管和文静案是同一批。他为什么这么清楚？除非他是文静案的真实凶手。所以你是说，杀害杨慈的凶手跟文静的凶手是同一个人？没错，崔阳绝对不是杀害文静的凶手，所以杨慈也不是他杀的。证据确凿的事情，别反悔啊！我觉得邓队这次说的是对的。
不相信是吗？我证明给你们看。我要见程教授。你现在想见谁都没有用。我要见程教授。少废话！我是无辜的，我要见程教授。张队，荔枝，让我和他单独聊聊吧。不行。当队，让程教授问问吧。荔枝，嗯，把枪给我防个身。注意安全。这谁家？这我一个朋友家。你干嘛？我给你的 U 盘在哪儿？我上衣口袋。我舅舅能否出来，就靠他了。这里面有木马，你可以破译吗？当然了，要不之前工作忙，我早破译了。该死，被骗了。怎么了？里面什么也没有。这很正常。不奇怪。应该是外卖。你去吧。我警告你，你可别乱讲话。谁？谁啊？送外卖的。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那中学的老师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救我的？不好意思，和你想的不太一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哼，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都是明白人，现在糊涂了。我讲给你听，如果我哪里说错，你随时可以反驳。好像挺有意思的，说说看。那我就从杨慈的那个案子开始说起喽。当你知道崔阳与陈李文的身份后，你便诱导崔阳回到单位，利用他救人心切，把带有木马的 U 盘插入了电脑，帮你激活了被植入的木马。崔阳也被你蒙蔽，放松了一名人民警察应有的警惕性，继而帮你修改了你所需要的数据。我说的没有错吧？也就是把早已准备好的杨慈的指纹和 DNA 取代文静的指纹。凶手又把伪造指纹的凶器故意放在杨慈家，就像无意间落下一样。最后又把类似于杀害文静的钢管放在杨慈家阳台。这一切无不显示凶手的聪明才智。
给自己找了个替罪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凶手这么聪明谨慎的一个人，在火锅店、杨慈家都没有留下指纹和痕迹，可偏偏在那么一个重要的凶器上留下指纹，还遗落在了杨慈家里。很显然，他是故意的，而目的呢，就是栽赃。确实，他早就该把那根注射器销毁掉。我可没说凶器就是注射器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警方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啊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杀了杨慈，我还以为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呢。那也就是说，文静也是你杀的喽？我只承认我杀了杨慈，可我没承认我杀了文静。好，但你为什么要杀杨慈？你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们在杨慈的家里发现了一批钢管，经过鉴定，这批钢管和文静案是同一批。杨慈不可能杀害文静，所以这批钢管是凶手放进来的。他怎么知道这批钢管和文静案就是同一批呢？也就是说，他就是杀害文静的凶手。这批钢管给我弄得团团转，最后我发现，简直是虎尾续貂，多此一举。我猜你杀害杨慈是因为杨慈看到了你杀害文静的全过程，所以你杀他灭口。他早就该死，谁叫他贪得无厌的呀？100万啊，100万都无法满足他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。那你杀害文静，就是因为你们收取了建筑商的贿赂，分赃不均，对吧？什么分赃不均？他压根儿就没想给我，我鞍前马后的替他卖命，临了他妈1分钱没捞着。他还想带着那笔钱逃跑，世上有这事儿吗？所以你杀了他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个骗子，而我还相信了他。这钱5年里不能动。为什么呢？教学楼刚刚建好，你就拿钱出去花呀。但是，如果等上5年，那会儿谁会知道这钱是哪来的？有道理。我就麻烦点儿，把钱放在我这儿，到时你就等着花钱就是了。我相信了他，也准备等上5年，再和他分那笔钱。后来我炒股失败，需要用钱，管他借钱的时候，他再三推辞，各种理由拒绝。后来我黑了他的电脑，我才知道他订了机票，看来是想逃啊。所以你才杀了他，对吧？其实也不是，当时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，哪知道你别听着别人乱说，我可没打算离开这儿，你别误会。误会？那这是什么？啊！这不是你想象那样，这只是我顺路带过来的。我都知道了，你到现在还敢骗我，我他妈打死你！我把箱子打开，才发现里边是他逃跑的100万现金，而另外的1200万，我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可惜了。那你杀了杨慈和文静，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后果？你们警察有没证据？现在有了，你自己承认了。我承认什么了？现在只有你和我，有什么好承认的？也许不止我一个人知道这个消息呢。方阵，我现在以你杀害文静、杨慈以及杀人未遂逮捕你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枪里没子弹。
不是很明白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当我知道 U 盘里被植入了木马，我就知道凶手是利用木马进入警方内部网，所以我将计就计，让崔阳去破解木马，随后显示我们的位置。但是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就算我们知道杨慈和文静的凶手另有其人，但我们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啊。就算我们怀疑过你，但是没有证据，依然抓不到你。但是你自己承认了。这么说，崔阳劫持你，也是你设计的了？那还用说？在审讯室里，程教授告诉我这个方案，我就一直配合程教授演戏，目的啊，就是引你上钩。现在插播一条新闻：一名叫崔阳的重要嫌疑人挟持了一名人质，与警察发生对峙，试图从公安局里逃出去。看来我是输了。从一开始你起了杀念那一刻，你就已经输了。我不相信你睡过一天的安稳觉。是啊。崔阳，你也要负你应负的法律责任。只要能洗清我和我舅舅的罪名，邓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承担我犯的法律责任。好好调查啊！把这些也查一下。程玉，这儿有个信封，好奇怪啊！这上面写着文静收，里面却只有一个明信片。这1200万不就在这儿吗？哎，哪有什么1200万？你能不装神弄鬼吗？你们不知道，这2张邮票极其珍贵，市场价值至少1200万以上。怪不得方阵找不到他们。这样携带1200万，不但方便，还不容易被人发现。文静果然聪明，但是没有用到地方。走啊，吃饭去，我请客。真的假的？开玩笑，往贵了上点。哼，馄饨，瞧不起谁呢？敢不敢上点档次啊？火锅，很贵吗？那你说是什么？嗯，算了，你爱请不请吧。